这一讲我们进入新的一年，武帝元丰3年。年初的第一件大事是一场奇异的自然灾害，冰雹大如码头。我们很难相信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，毕竟码头大小的冰雹，一颗至少也有几十斤重，无论如何都不可能。《资治通鉴》单摆浮歌地记录了这件事，我们读不出所以然来。但如果追溯到《汉书五行志》，联系上下文，含义就很清楚了。《汉书五行志》论述雹灾，引述《左传》当中的一句名言，意思是说圣人在位的时候不会有冰雹出现，就算有了也不会造成灾害。隶属各个时代的雹灾，鲁昭公3年发生过一次，当时鲁国继世专权，架空了国君，后来甚至把国君赶到外国去了。元丰3年发生过一次，冰雹大如码头。汉宣帝缔结4年发生过一次，鸡蛋大小的冰雹砸死了20人，没几个月就爆发了霍家人谋反大案，皇后被废。从上下文来看，当下大如码头的这场冰雹应该对应着一场权臣谋反的阴谋，但不知道是传抄错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，竟然什么都没讲，马上就接到汉宣帝时代的事情了。我们闻弦歌而知雅意，这一年的朝廷怕是不很太平啊。年初传来捷报，赵破奴在西域打赢了。事情的起因是汉帝国前往西域的使者不但素质普遍偏低，考核压力还不是一般的大，乱糟糟在西域折腾出不少麻烦，变成了不受西域诸国欢迎的人，甚至闹到了刀兵相见的程度。使者回国之后，不断怂恿武帝进兵西域，扬汉国威。就这样，武帝派赵破奴发动西征，赵破奴甩开大部队，亲自带领700名轻骑兵打前锋，顺利俘虏了楼兰莽，又攻破了车师国，让乌孙、大渊等国好好感受了一下汉帝国的兵威。武帝封赵破奴为卓野侯，封另一名有功将领王辉为浩侯。从此以后，汉帝国拓展了河西走廊的防御体系，从酒泉到玉门都有汉军驻防的堡垒。需要解释一下，楼兰是吐火罗人建立的邦国，位置在今天的新疆若羌县一带。赵破奴虽然俘虏了楼兰王，但随后就放人了，并没有把事态扩大，只是小事惩戒而已。至于车师，又名姑师，疆域在今天新疆吐鲁番市乌鲁木齐市和昌吉回族自治州一带。车师国被汉军攻破之后，陷入了4分5裂的局面。汉帝国扩建防御体系，所谓玉门，并不是我们熟悉的那座玉门关，而是位于敦煌以东、酒泉以西。要等到武帝后元年间，玉门关迁到敦煌郡西北160里的地方，这才成为春风不度玉门关的那座玉门关。《资治通鉴》接下来穿插了一则娱乐新闻，首次出现了脚底戏和鱼龙蔓延一类的活动。这类活动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已经不得而知了。大约脚底戏类似于相扑，鱼龙蔓延类似于舞龙吧。再接下来才终于接上了朝鲜事件。汉军东征朝鲜，杨仆走水路，荀志走陆路，又是一次分进合击的打法，又一次重蹈了每一次分进合击的覆辙。杨仆统帅其弟7000名士兵率先到达王显城下，荀赤军团还在半路上呢。朝鲜国王魏又渠当即出击，一战击溃杨仆兵团。杨仆花了10多天时间，才算把溃散到山里的这个残兵败将归拢起来了。荀志那边呢也不顺利，根本就没有机会和杨仆会师，在沛水就被朝鲜军队阻截住了。这下尴尬了，杨仆那边独木难支，荀志这里啊无力寸进，怎么办呢？武帝真有办法，2支军团不用行动，只要保持威慑力就可以了。派使者魏山出使王显城，争取说降魏又渠。这个方案之所以具有可行性，是因为汉帝国和朝鲜毕竟国力悬殊，杨仆和荀赤就算没打赢，至少让朝鲜人知道汉帝国花得起东征的成本，这次没打赢啊，还有下次，看谁耗得过水。退一步说，
朝鲜就算服了软，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，只要加入汉帝国的朝贡体系，大概率上还会得到不少施惠。所以站在朝鲜的角度，最佳策略就是见好就收，以和谈结束战争。魏有渠似乎真是这么打算的，在使者魏山面前不但说尽软话，实事也做得特别到位，派太子随魏山回国朝觐天子，并且献马5000匹，为汉军供应粮饷。魏有渠这样的表现大概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吧。棘手的问题马上就出现了，朝鲜太子到长安朝觐，护从竟然有1万多名武士，全副武装，准备渡过沛水，也就是今天的朝鲜的清川江和大同江。魏山和荀志不放心了，劝太子说，既然都是一家人了，就别让护从人员带着武器了吧。这话倒也没错，只不过站在朝鲜太子的角度，因见不远，难免疑神疑鬼，怀疑魏山和荀志要骗自己渡江，趁机杀掉自己，怎么办呢？算了，那就不渡江了吧，带人回去了。魏山没办法，硬着头皮回长安交差，被武帝问罪处斩。给整件事复盘，魏山和荀志确实多虑了。毕竟以当时的朝鲜实力，就算只是诈降，再多的精兵强将也不可能从汉帝国这边讨得到多大的便宜。朝鲜太子同样多虑了，他不了解朝贡体系的基本逻辑，不了解汉帝国所需要的只是朝鲜国名义上低头服软而已。但是只要还原到历史的具体情境之中，就会发现大国博弈的逻辑在这里其实行不通。朝鲜太子才看到汉朝使者涉河刺杀本国大将，汉天子非但不道歉不击胸，反而给涉河升了职，这些汉人显然奸得很，信不得。而在汉帝国这边，才看到朝鲜骑兵突袭辽东，在汉帝国的疆域之内悍然击杀高级军官涉河大人，又击溃了杨仆军团，成功阻截了荀志军团。反正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。蛮夷都是禽兽，又凶残又狡诈，不能不防。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就只有你死我活，不死不休了。荀志强渡沛水，驻军在王显城西北，杨仆收拾残兵败将，驻军城南。当初预期的分晋合击、左右夹击的态势终于呈现了出来。但是新问题又出现了，荀志这边强攻猛打，杨仆那边呢，却因为先前的败绩没了士气，和谈的意愿特别强。这种局面很像是现在一位顾客想买某件高价商品，同时加了2名销售员的微信。魏有渠永远对杨仆这边虚伪仪商量投降条件，却并不真的投降。荀志呢，永远在和杨仆联络，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发起2面夹击，而杨仆每次都会答应，但每次都不配合。荀志也有派出和谈使者商量和谈条件，但魏有渠坚定拒绝，表示自己只和杨仆将军谈条件。就这样，本该是一个分晋合击你死我活的简单问题，竟然变成了一个无比复杂、注定没有解析解的三体问题。荀志难免开始怀疑，杨仆这个败军之将是不是已经和朝鲜人勾打成奸了。军事行动就这样陷入了焦灼状态。武帝没耐心，派出济南太守公孙燧到朝鲜监督战况，相机形势。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，公孙燧手握尚方宝剑，荀志和杨仆都归他管。这就意味着，原本各自为政的2个军团终于迎来了最高统帅。这种时候，公孙燧到底先去哪儿，后去哪儿，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了。假如公孙燧首先和杨仆会合，那么大概率上就会根据杨仆的意见想方设法弄倒荀志。但是公孙燧首先见到的是荀志，这就决定了后来的一切。公孙燧完全听信了荀志的意见，怀疑杨仆使坏，于是征召杨仆会面，然后拘捕杨仆，将2支军团合并，然后奏报武帝。资治通鉴的记载是，武帝得到奏报之后，竟然处死了公孙燧。司马光在通鉴考异里边特意做出解释，说在这件事上，《史记》和《汉书》一字之差，
含义截然相反。如果依照《史记》的话，武帝批准了公孙燧的做法，但是明明就是荀质为了抢功劳诬陷杨仆嘛，武帝一定明白，所以才会杀了公孙燧。真相究竟如何？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不但各执一词，而且截然相反。如果大胆推测的话，我相信公孙燧确实被杀了，理由下一讲再谈。但无论如何，杨仆终归被剥夺了指挥权，荀质总领两军对王显成展开了不遗余力的强攻。这样一来，王显城内的朝鲜达官显贵就必须重新估量形势了。到底还要不要维持原有的战略方针，坚城固守下去呢？如果要做改变的话，又该怎么样做才能收服国王，为有渠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